屏幕前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点开这期2026年专属的立秋养生指南视频。今天咱们把今年立秋的气候特点、民间农谚、日常吃饭、穿衣、睡觉、情绪调理、简单居家保健手法完完整整跟大家捋一遍，全程内容全部都是传统节气经验搭配中医养生思路，没有自创偏方，全部有传统典籍和老辈农事养生说法做支撑，大家可以放心听，慢慢用。先跟大家说清楚，今年咱们2026年立秋的时间是8月7号晚上19点43分左右，这个时间点特别关键。老祖宗传下来一句农谚，上午立秋是空秋，下午立秋秋雨多。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句老话，搞不懂啥是空秋。咱们划分的界限就是中午12点，中午12点之前交接立秋节气就叫早立秋。上午立秋对应的就是空秋。空秋是什么意思？不是秋天空荡荡，是立秋之后雨水偏少，地里容易干旱，地里庄稼到最后灌浆成熟的时候缺水，收成就要受影响。反过来，中午12点之后入立秋就是晚立秋，下午立秋雨水会比较充沛，地里农作物水分充足，秋收能有好收成。咱们今年19点43分妥妥的下午立秋，按照老经验来讲，今年立秋往后雨水会比较多，家里种地的朋友既要趁着雨水充足做好田间管护，也要多留意本地天气，积水多了及时给田地排水。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下地，也能根据这个气候特点调整自己的养生方式。雨水多就代表立秋之后还有很重的暑湿，湿邪困脾胃这件事咱们后面会细说。在正式说养生之前，我先带大家理清一个很多人都会踩的误区。绝大多数人一听见立秋2个字就觉得天马上凉快了，酷暑直接结束，立马就能等着秋收。这个想法真的太片面了。古书里面明确说了，立秋后出耕为末伏，就是说就算节气走到立秋3伏天还没走完，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温度依旧居高不下，暑热一点没退。现在咱们当下还处在农历6月底，农历6月也叫伏月、暑月、交月，一整个月都被3伏天包裹，对应小暑、大暑2个最热的节气，是一整年里面温度最高、湿气最重的时间段。现在每天早上出门，大家应该都能明显感觉到，不用等到正午大太阳，一早出门就闷热黏糊，身上汗一直不干，高温叠加高湿，咱们普通人待在屋里都烦躁难受，浑身发沉。但是地里的庄稼反而特别喜欢这种与热同期的天气。老话讲，人在屋里热得燥，倒在田里哈哈笑，就是这个道理。高温高湿刚好是农作物疯长的黄金阶段，所以这段时间乡下农户一刻闲不住，除草、驱虫、防洪全都要兼顾，就怕最后秋收出问题。也正是因为庄稼到了最后的关键生长期，对水分需求特别大，才有了另一句家喻户晓的农谚，立秋有雨样样收，立秋无雨人人忧。这也是为什么从古到今老百姓都格外看重立秋当天和立秋之后的降水情况。不过这里我也要客观跟大家讲一句，所有农谚都是老一辈人千百年观察气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参考，只能当做日常生活农事的辅助判断，不能等同于精准的天气预报。不管是种地还是居家养生，一定要以本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为准，不能单凭一句老话就下定论。该抗旱的时候补水，雨水多的时候及时排水，两手准备才稳妥。说完气候和农谚，咱们正式切入今天最核心的立秋养生内容。首先得搞懂立秋节气在24节气里的定位。立秋是第13个节气，也是整个秋季的起点。月令72候集解里面写了，立是开始之意，秋究也，物于此而究连也，意为合谷成熟。说明立秋不仅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开始，还是草木开始结果的时候。古人将立秋分为3候：一候凉风至。很多人会疑惑，立秋不还在3伏天吗？怎么就有凉风了？这里说的凉风不是全天都凉快，是跟盛夏滚烫的热风做对比。盛夏不管白天晚上吹过来的风都是热乎乎、闷乎乎的，
一过立秋节气，只要起风，早晚吹过来的风会明显带上一丝清凉，不再是裹着热浪的热风，这就叫凉风。中午太阳底下依旧燥热，但一早一晚风能感觉到凉爽，这是秋天最先到来的信号。2. 后白露生。白露不是说白露节气的露水，是立秋之后清晨地面、草丛、树叶上开始凝结白色露水。夏天夜里气温高，就算有水汽，很快就蒸发掉，留不住水珠。立秋后昼夜温差拉大，夜里地面降温变快，空气中的水汽碰到冰凉的草木，就凝结成一层薄薄的白色露珠。早上出门能看见草叶上白茫茫一层露水，所以叫白露生。这里要区分开，这只是立秋的物候现象，真正白露节气还要往后推一段时间，别弄混。3. 后寒蝉鸣。咱们夏天听到的蝉，叫声又响亮又高亢，整日不停。寒蝉指的是入秋后感受到凉意的蝉。立秋后期气温早晚转凉，这种蝉喜欢阴凉环境，只有在微凉的天气里才会持续鸣叫，叫声听起来低沉微弱，没有盛夏之了那种聒噪刺耳的声音。古人看到蝉的叫声变了，就知道秋气越来越重，暑热快要走到尾声，这就是寒蝉鸣。中医养生一直讲究天人相应，人的身体一定要跟着四季天地的气机调整。夏天养生核心是阳长，顺着阳气生发往外舒展，到了立秋，养生的核心就要彻底转变，变成养收，整个人的作息、饮食、运动、情绪全部都要往收敛这个方向靠拢，让身体顺应秋气，肺气保持清肃平稳。今天我就分4大块：饮食、起居、运动、情志调理、居家简易穴位保健，一块一块慢慢跟大家说，听完就能直接用到日常生活里。咱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饮食讲起。民以食为天，换季最先调整的就是一日3餐。立秋饮食，记住2个核心关键词：润和熟。同时，民间流传很久的秋瓜坏肚，我先跟大家解释清楚道理。很多人夏天天天抱着西瓜、甜瓜吃，立秋之后还照常大量生吃瓜类，吃完就容易肚子疼、拉肚子。不是瓜变质了，是瓜类大多性质寒凉，立秋之后体内脾胃慢慢适应收敛的气机，大量寒凉食材吃进去会损伤脾阳，脾胃阳气一弱，寒湿堵在肠胃里面，腹泻腹痛就找上门了。不是说立秋之后一口瓜都不能吃，是不能像夏天那样毫无节制的生吃大量凉瓜，浅尝几口没问题，切忌空腹吃冰箱刚拿出来的冷瓜。第一个饮食大原则，增酸碱，不是我自己瞎说，《素问·脏气法实论》有原文记载：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拆解开来特别好理解。秋天对应的脏腑是肺，肺在秋季最需要收敛稳住，酸味的食物刚好能把飘散在外的肺气收回来，起到补养肺脏的作用。而辣椒、大葱、生姜、大蒜这类辛辣味道的食材，作用是发散行气，会把肺气往外散，刚好违背秋天养收的大原则。所以咱们日常吃饭一定要减少辛辣刺激，适当多吃酸味食物。我给大家列几个日常随手就能买到的酸味食材：苹果、葡萄、西红柿、山楂、乌梅。这几样不管是生吃、泡水、煮糖水都合适。需要少吃的辛散食材就是辣椒、生葱、生姜、大蒜，尤其是本身容易上火、阴虚燥热、经常口干咽痛的朋友，这段时间葱姜蒜一定要少放，做菜尽量清淡，少红烧爆辣。第二个饮食重点，白色入肺，滋阴润燥。中医五行对应里面，白色食材大多归入肺经，能益气、滋阴、生津，刚好化解秋天的燥气。秋天燥邪最容易伤到肺里面的津液，很多人立秋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口干舌燥、嗓子干痒、干咳，没什么痰，脸上、身上皮肤紧绷起皮，全都是秋燥耗伤津液的典型表现。多吃白色食材就能很好缓解这类不舒服。适合日常吃的白色食材推荐给大家：银耳、百合、莲子、山药、雪梨、莲藕、杏仁。每一样的作用我简单通俗说一下。银耳主打养阴润肺，补充肠胃津液；百合一边润肺止咳，一边平复烦躁心慌；山药更温和，既能补脾又能补肺，
气和阴液一起补，老人小孩脾胃弱都能吃。如果平时经常咽干，偶尔干咳，还可以泡一款简易润肺茶饮。麦冬、沙参、玉竹，每种各拿5克，开水冲泡，当成白开水日常喝就行，不用煮，冲泡方便，上班族办公室家里都能常备。还有一款经典食疗方，冰糖银耳百合羹，做法特别简单。银耳提前泡发，和干百合、少量枸杞、冰糖一起下锅慢炖，炖到汤汁浓稠就能吃，润燥效果很好。这里要分体质提醒一下，有糖尿病的朋友炖煮的时候不要放冰糖。平时一受凉就咳嗽，体内痰湿很重，总感觉喉咙有痰，咳不干净的人，这款羹就不适合经常吃，少量尝几口没问题，不能长期吃。除了上面的酸味、白色润燥食材，还有几大类食物也适合立秋日常补充。润肺生津的梨、蜂蜜、山药、荸荠；养阴清润，适合搭配主食的豆浆、芝麻、鸭蛋、糯米、普通精米，日常煮粥、打豆浆都能放。还有一款家常食疗，冰糖炖雪梨，嗓子干疼、轻微干咳的时候炖一碗，温润不刺激，大家可以经常做。这里单独拿出一个大家每年立秋都会讨论的话题，贴秋膘。很多老人一到立秋就顿大鱼大肉、红烧肉、卤味，重油重盐进补。这个做法放在现在其实不适合所有人，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古时候老百姓条件差，天热没胃口，营养跟不上，身体消耗大，立秋多吃点肉补充损耗，才慢慢形成贴秋膘的习俗。但现在咱们普通人日常3餐鱼肉蛋奶从来不断，营养完全充足，盲目大量吃肥腻厚重的肉食，只会加重脾胃消化负担，吃完容易腹胀、积食，身体困重。尤其是本身脾胃虚弱，平时吃一点油腻就不消化，大便粘马桶的朋友，立秋千万不要一上来就重油重肉进补，咱们可以先用温和健脾祛湿的食材调养一段时间肠胃。白扁豆、茯苓、芡实、小米、山药，煮粥、蒸食都可以。脾胃调理顺畅之后，再根据自己的体质少量清补。不管吃什么都不能暴饮暴食，7分饱永远是养胃第一准则。还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点，立秋虽然已经迈入秋天，但3伏天还没结束，长夏的暑湿邪气没有完全消散。这段时间身体是外燥内湿的特殊状态，外面皮肤口鼻干燥，体内脾胃堆积湿气，也就是燥湿并存。养生不能只盯着润燥，祛湿健脾同样重要。只吃滋阴润燥的甜润食材，会加重体内湿气，所以咱们润燥的同时搭配一点健脾化湿的食材，白扁豆、茯苓、薏仁、陈皮，煮豆煲汤丢几片进去，清润又不滋腻，平衡燥和湿2种邪气。饮食部分最后再总结一遍要点：少吃生冷瓜类，减辛辣增酸味，多吃白色润肺食材，润燥兼顾祛湿，理性贴秋膘，不暴饮暴食。接下来咱们讲第2大块，起居和运动养生，核心2个点：早卧早起，适度秋动，运动平缓不出大汗。全部依据《黄帝内经》和传统春捂秋冻的养生经验，没有任何自创理论。先说作息，《黄帝内经》原文写秋3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翻译成大白话，秋天这3个月，睡觉时间要提前，起床时间稍微早一点，跟着鸡的作息调整。夏天天热，很多人习惯11、2点甚至凌晨1、2点才睡，立秋之后就要慢慢调整，建议每天晚上10点左右上床睡觉，早上6点到7点之间起床。早睡的作用是把白天发散了一天的阳气收回来，顺应秋天收敛的气机。早起出门走一走，舒展肺气，让全身气机平稳过渡，减少换季胸闷、疲惫的情况。大家不用一下子强行提前2、3个小时入睡，可以每天比夏天早睡半小时，循序渐进调整，身体更容易适应，不会出现失眠烦躁。然后讲大家听的最多的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很多人理解错了，觉得秋冻就是立秋之后再冷也不加衣服，硬扛着受凉，这完全曲解了老话的本意。立秋之后，白天中午依旧燥热，早晚温差拉开，一早一晚明显发凉。如果刚转凉，就立刻穿上厚外套、长袖毛衣，身体没有办法适应慢慢变冷的气候，等到深秋冬天降温，稍微吹风就感冒。适度秋冻，给身体一点温和的寒凉刺激，能慢慢提升自身御寒能力，为后面整个秋冬打好底子。但是秋冻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分人群、分部位，不能盲目硬扛。有几个关键部位绝对不能动：腹部、后肋、脚踝。寒邪最喜欢从这3个地方侵入体内。肚子受凉容易腹泻胃痛，后背受寒会引发肩颈酸痛、感冒。脚踝连通多条经络，受凉下肢冰凉，气血不通。早晚出门一定要护住这3处。特殊人群更不能跟风秋冻，家里的老年人、小朋友，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这类呼吸系统慢性病，还有心脑血管基础问题的朋友，不能硬扛低温。早晚体感凉就及时添一件薄外套，根据实时温度、自身感受灵活增减衣物，不用刻意冻自己。说完穿衣作息，咱们再聊运动。秋天养生讲究收养，运动方式绝对不能像夏天一样太剧烈。高强度跳操、大量出汗都是违背秋气收敛的做法。夏天阳气向外生发，出点汗是正常疏泄。秋天阳气要回收，出汗太多会同时损耗体内阳气和阴液，人运动完之后浑身发软、心慌乏力，得不偿失。适合立秋日常锻炼的都是动作和缓、活动量偏小的项目，太极拳、八段锦、慢走、慢跑、温和瑜伽这些都可以。运动时间段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选清晨或者傍晚气温凉快的时候出门锻炼最合适。锻炼的程度大家记好一个标准，全身微微发热，皮肤有一层薄薄的细汗就停下，绝对不要大汗淋漓，浑身湿透。这里给大家分享2个在家、办公室随时随地能做的养肺小动作。第一个腹式呼吸，养肺效果特别好，不用器械，站着坐着都能练。腰背挺直，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位置，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小腹一点点鼓起来，憋气1-2秒，再吸气，一直到自己感觉吸不进去了，再用嘴巴缓慢吐气，小腹慢慢回落，一吸一吐完整算1次。每天抽5到10分钟练习，能理顺肺气，缓解换季胸闷气短。第二个就是八段锦里的左右开弓式射雕，可以帮助肺气顺畅宣发，改善平时呼吸浅、总觉得喘不上气的不适感。第3大块，情志调养，解决大家换季容易出现的悲秋情绪。很多人一到秋天，看见树叶发黄飘落，心里莫名低落、忧伤、烦躁，提不起精神。这个情况在中医里面解释得很清楚。秋天对应肺，肺对应的情绪就是悲。秋天天地间是肃杀收敛的气场，很容易带动人的情绪往低沉走。同时中医还有一个关键观点，悲伤肺，长时间过度忧愁、伤感会持续消耗肺气，肺气一虚，整个人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换季感冒、咳嗽，还会经常胸闷气短。所以立秋之后，精神调养的重中之重就是收敛神气，保持内心安宁平和，避开秋天肃杀之气带来的负面情绪。想要稳定情绪，远离悲秋，咱们有几种简单易操作的方式。日常空闲的时候，听听节奏舒缓、轻柔的纯音乐，静下心写写字、练书法。周末天气晴朗，出门郊外散步、游园、短途秋游，接触自然风景，舒展压抑的心情。平时工作生活压力大的朋友，有意识早睡早起，充足睡眠本身就能稳定情绪，减少焦虑低落。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办法，晴天多出门晒晒太阳，充足自然光能够调节身体里面褪黑素、血清素的平衡，血清素稳定，低落抑郁的情绪会明显缓解，有效降低秋季情绪低沉的概率。不用专门长时间暴晒，每天上午晒20分钟左右就足够。平时心里憋闷，
也可以和家人朋友多聊天倾诉，不要什么事都闷在心里，气机郁结最伤脾。第4大块，居家简易保健，穴位按摩，日常防护，特殊人群注意事项，不用跑医院，在家随手就能操作，全部都是温和保健手法，没有刺激治疗手段。先讲日常居家防护要点。第一，护好鼻咽。燥邪最先侵犯口鼻咽喉，换季总觉得鼻子干、嗓子疼、鼻腔发痒，平时干燥难受，可以用温盐水漱口。家里室内干燥就开加湿器，维持空气湿度，缓解口鼻干燥不适。第二，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的朋友，秋天空气干燥，花粉、枯草这类致敏物质变多，出门尽量随身佩戴口罩，减少呼吸道刺激。皮肤干燥发痒的中老年朋友，洗澡水温不要调得过高，热水会带走皮肤油脂，洗完澡立刻全身涂抹润肤乳，锁住皮肤水分，减少起皮干痒。然后是4个日常按揉保健穴位，每个操作简单，力度轻柔，不用大力按压。日常保健以舒缓酸胀感为准。第一个列缺穴是肺经的络穴，每天按压3分钟，能提前预防秋天换季感冒。经常咽喉干痒、容易受凉咳嗽的朋友，重点按。第二个足三里穴，公认的强身保健穴位，能够提升全身免疫力。家里有艾灸条件的，隔天艾灸一次，每次5到10分钟，没有艾灸工具，单纯按揉也有效。第3个合谷穴，疏通头面部气血。上班族长期久坐盯屏幕，经常头痛、眼睛酸胀、头脑昏沉，没事多按合谷穴，缓解头部不适。第4个肩颈穴，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颈椎肩膀僵硬酸痛，每工作2个小时停下来揉一揉肩颈穴，搭配头部米字操，缓慢用头部写米字，全方位活动颈椎，预防秋季颈椎僵硬疼痛。还有最后一段总结，送给屏幕前每一位朋友。立秋不是夏天结束的句号，只是季节转换的删节号。外面高温热浪不会立刻消失，蝉鸣暑热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天地之间的气机已经悄悄发生转变。古书里面那句7月在野，8月在雨，9月在户，10月蟋蟀入我床下，就是最生动的季节写照。一点点细微变化都在提醒我们身体该跟着调整了。整个立秋养生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核心逻辑，顺应天地从长转向收的变化。所有饮食、睡觉、运动、情绪调理，最终目的都是收敛外泄一整个夏天的阳气，滋阴润燥，养护肺脏，同时兼顾还没散尽的暑湿，护住脾胃功能。不用追求复杂昂贵的补品，不用极端忌口，只是把日常吃饭、穿衣、睡觉、心态这些小事稍微调整一点点，温和关照自己的身体，循序渐进，顺应自然节律，安稳度过夏秋换季，把身体底子调养平顺，为整个秋冬的健康打好坚实基础。最后跟大家说一句，养生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每天改变一小点，坚持下去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喜欢今天这条干货满满的立秋养生视频，麻烦点一个赞，咱们下个节气再接着聊节气养生相关内容。祝大家今年立秋平顺安康，少燥少湿，身心舒畅。我们下次再见。